欢迎回来，我是鬼影。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噩梦吧。夜已深，整层病房的灯光都调暗，寂静的只剩下心跳监测仪器的滴答声。护理师李娜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在长廊中巡查着。走过302号病房时，她听见了里面传来微弱的呢喃声，像是有人在低语着什么。李娜困惑地皱了皱眉，因为她清楚记得这间病房的病人处于昏迷状态，应该无法发出任何声音。她慢慢推开门，看到病人直挺挺地坐在床上，眼神空洞地凝视着天花板。你醒了吗？李娜轻声问道，但病人没有回应，只是静静地坐着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像是要说些什么。忽然，病人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，嘴唇微动，发出沙哑的声音：他们来了。李娜瞬间打了个寒战，向后退了几步，视线与那病人对上。病人的眼珠没有任何焦距，像是被某种不可见的力量占据了。她感到不安，决定离开这个房间。然而就在她转身之际，那病人突然剧烈地挣扎起来，手抓住床边，嘴里喊出模糊不清的语句。她按下呼叫铃，其他护理人员随即赶来，一起将病人控制住。这情况不对劲，李娜对同事低声说，这不是单纯的病情反应。就在他们讨论的时候，附近的病房里陆续传来吼叫声和撞击声。监控室的荧幕显示出其他病房的病人们也纷纷坐了起来，眼神空洞地朝着某一个方向看去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监控画面突然闪烁起来，一个低沉诡异的声音穿透喇叭：逃不掉的，你们谁都逃不掉。随着这句话，整层病房的灯光瞬间熄灭，陷入了无边的黑暗。李娜的心跳加速，呼吸变得急促，周围只有黑暗中隐约的低语声和病人的喘息声。她摸索着前进，企图找到安全的地方。她每一步都感觉像是踩在某种浓稠的液体上，带着一丝黏腻的寒意。黑暗中的视线模糊不清，但李娜知道，她四周的病房里那些病人们像是受到了什么诡异的力量召唤，纷纷朝着她的方向而来。她摸索着找到了一个储物间，迅速闪身进去并关上门。这里暂时没有窗户，却也没有灯，空间狭小而沉闷。李娜屏住呼吸，听着外面的脚步声逐渐逼近，脚步声沉重而缓慢，仿佛是数十人同时移动。她的背脊贴着门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但一股莫名的恐惧依然不断地蚕食着她的理智。忽然，她听见门外传来了沙哑而低沉的声音，那声音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诡异：李娜，你还在找什么？我们已经等了你很久了。李娜的呼吸几乎停滞了，心跳加速到几乎要跳出胸口。她完全不知道那声音的来源，却感觉到一股寒冷的气息渗透进了储物间，像是无形的手正缓缓逼近。她一动不敢动，直到那声音又一次低语：出来吧，你是我们的下一个。那一瞬间，她感到无法抑制的恐惧。她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微弱的光线勉强照亮了四周。她后退了一步，却不小心撞翻了一旁的医疗器材，发出一声巨响。外面的声音变得狂乱起来，似乎所有病人都朝着储物间涌来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忽然响起了急促的敲击声，伴随着那种不成句的低语声。李娜知道她已经被发现了。她迅速环顾四周，试图找到任何可以防身的工具。她的手摸到了一根手术剪刀，紧紧握住它，心跳加速，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未知恐怖。门被猛地推开了，一群病人无声地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，眼神空洞，手臂无力地垂着，像是人偶一般。然而，他们的嘴巴却开始一起开合，发出低沉的、让人毛骨悚然的吟唱声：我们来接你了，我们的姐妹，加入我们吧。李娜一步步后退，感觉背后的墙壁越来越冷，几乎冻结她的思维。这些病人没有靠近，却用那空洞的眼神紧紧地锁定了她，仿佛在等待她投降似的。就在她退无可退的时候，感觉到一股冰冷的手突然从身后抓住了她的肩膀。她惊恐地回头，却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庞，那是之前已经过世的老护理师周姐。李娜，你以为逃得掉吗？
周姐那张苍白而毫无生气的脸孔对着他露出扭曲的笑容。这里的人早就等着你了。李娜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挣脱那双冰冷的手，向外狂奔而去。她在黑暗的走廊中疯狂奔跑着，但周围的一切都像被扭曲了一般。她发现每一条通道都在将她引向那群诡异的病人，他们无声地靠近她，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指挥，围绕着她，形成一个包围圈。就在她几乎绝望的瞬间，她的视线瞥见了楼梯口。她毫不犹豫地奔向那里，一口气冲上楼，试图找到出口。然而刚到楼上，眼前的景象让她呆住了。这里的病房全部空无一人，但走廊的墙壁上却挂满了一张张黑白照片，每张照片中都记录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些都是医院失踪的护士。而最中央的一张照片上，赫然是一张她自己的脸，照片下方标注着她的名字和日期，注明她失踪的时间竟然就是今晚。李娜颤抖着伸手去摸那张照片，但手指刚碰到照片的一瞬间，她感到一股剧烈的眩晕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拉进了黑暗中。当她再度睁开眼睛时，她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四周是一片幽暗的光线。她试图起身，却发现全身无力，像是被无形的力量禁锢住。病房门打开了，走进来的是一群面无表情的护士，他们看着她，眼神空洞而诡异。李娜无法发出声音，只能惊恐地看着他们靠近，而其中一人俯身对她轻声说：“欢迎回家，李娜，我们等你很久了。”那一刻，她终于明白了，自己已经成为了这医院诡异的传说中的一部分，再也无法离开。午夜12点，整层医院都处在静谧的夜色中，只有偶尔闪烁的仪器灯光点亮着走廊。阿威正在准备值班的病历检查，他的电脑突然跳出一个弹窗，上面显示着一份陌生的病历。他困惑地点开，却看到病历的病人名字竟然写着阿威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系统出错了，阿威自言自语着，但一种莫名的好奇心驱使他继续翻阅这份病历。病历里面记录着他的健康状况，每一项数据都精确无比，甚至包括一些他自己都不曾检查过的细节，像是脑波图、心率变异数值等等。更可怕的是，在病历的最后一行标注着他的预计死亡时间，今晚3点。阿威的心跳猛地加速，开始四处环顾，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从背后爬升到脖颈。他试图说服自己这只是一场恶作剧，但在看向病历时，发现荧幕上的时间正倒数着，剩余时间每过1秒都少1秒。午夜的医院空荡荡的，他的四周仿佛充满着一股无法察觉的诡异氛围。或许只是系统出错，阿威说服自己镇定下来，关闭了病历页面。然而他的内心仍无法平静，因为那份病历的细节太真实了，像是有某种力量在他无法察觉的地方掌控着一切。他试图找些事情分散注意力，便走出护理站，沿着走廊开始巡视病房。然而走廊里的空气异常寒冷，每一个病房门口都像是隐隐有什么在注视着他。当他走到手术室附近时，忽然听见了一阵微弱的低语声，像是从某个地方传来的哀嚎，又像是一群人在耳边低语着什么不祥的话语。这里有谁在吗？阿威颤抖地问道。声音在走廊中回荡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他抬头看向监控摄影机，却发现所有摄影机的红点都熄灭了，仿佛它们全部停止了运作。他的呼吸逐渐急促，无法抗拒地再次回到电脑前。当他点开电脑时，发现那份病历再次出现，时间倒数也在持续减少，显示还剩下2小时45分钟。不安的他开始在电脑上搜寻其他的记录，试图找出这份病历的来源。然而所有记录都完好无损，唯独这份病历显得格格不入。正当他准备关闭电脑时，荧幕突然黑了下来，接着一行鲜红色的字体浮现，时间已所剩不多。阿威惊叫一声，站起身来，无意识地后退了几步。他的视线不断扫视四周，却感觉走廊的灯光比刚才更暗了，甚至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盏灯泡闪烁着，像是随时会熄灭似的。
他的心跳越来越快，脑中满是诡异的念头，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对他进行这场倒数。时针走到凌晨1点半，他终于鼓起勇气走向医院主控室，想要查看监控画面，看看是否有什么异常的动静。然而当他进入主控室时，却发现监控画面上的每一个走廊，每一间病房全都空无一人，甚至连他刚才走过的长廊也一片寂静。怎么会这样？医院里的人去哪了？他不安地自语，感觉整个医院都被什么东西吞噬了一般。他正准备离开主控室时，荧幕上的一个角落突然出现了人影，那是手术室的门口，一个模糊的身影正站在门外，仅仅是静静地站着，一动不动。阿威屏息凝神地盯着那个画面，视线越来越模糊。那身影缓缓地转过头，露出苍白而毫无血色的脸，眼睛却直直地望向他所在的位置。他不敢相信地揉了揉眼睛，抬头却看见监控画面中那身影已经不见了。就在他松了一口气的瞬间，主控室的门外突然响起轻微的敲门声。他屏住呼吸，站在门边不敢动，敲门声愈来愈急促，甚至带着一丝疯狂的节奏。突然他听见门外传来低沉沙哑的声音：阿威，还有1个小时，你就要和我们一起了。阿威的身体瞬间僵硬，心跳几乎停止。他颤抖着退后几步，门外的声音却不断回荡着他的名字，一声接着一声，仿佛每一声都要将他的心脏撕裂一般。他无法抗拒恐惧，像发疯了一样推开另一侧的门冲了出去。他疯狂地跑回值班室，关上门，双手颤抖着拨打其他同事的电话，却没有任何人接听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紧握着手机，再度看向病历上的倒数时间，已经只剩下30分钟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他在病房内崩溃地等待着，却无论如何都无法逃避那份病历的预告。终于，时间来到3点整，医院的每一盏灯都在瞬间熄灭，整层病房陷入一片黑暗。他的手机荧幕微弱地亮着，颤抖着的光芒勉强照亮四周，让他看见自己所在房间的门被缓缓推开了。门外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，无声地看着他，眼睛里透着冰冷的光芒。阿威不由自主地后退，试图远离那道身影，但无论他退到哪里，那人始终稳稳地站在门口，仿佛在等待他自投罗网。就在这时，房间内的病床上开始发出微弱的声音，像是某个人在床上移动。他转过身，看见病床上的床单下似乎盖着一具尸体。阿威的手指颤抖，缓缓地掀开白布，竟然看到床上躺住的是他自己。那尸体苍白的脸庞，紧闭的双眼，仿佛在某种诡异的仪式中安详地沉睡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的声音微弱颤抖，但就在这时，那具尸体的眼睛忽然睁开了，死死地盯着他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诡异的微笑。时间到了，阿威，耳边传来沙哑的声音，那张尸体的嘴巴轻轻动了动，你该过来了。在那一瞬间，阿威的视线模糊，感到全身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拉向病床。他的意识逐渐模糊，只感觉到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拉进了黑暗深处。当他再度睁开眼睛时，自己竟然躺在病床上，身体僵硬，周围是一群面无表情的护士和医生，他们的眼神空洞，嘴里低声轻唱着不知名的诡异旋律。最后一个护士俯下身对他轻声说：欢迎加入我们，阿威，医院的传说从今天开始多了一个你。几天后，医院的资料库中多了一份新的病历，病人姓名阿威，状态死亡。每当午夜时分，有人会在值班时看到阿威的身影徘徊在走廊，眼神空洞，低语着某些无法理解的话语。凌晨2点，林俊推着清洁车穿梭在安静的走廊里。夜班时段的医院像个巨大而沉默的怪物，阴冷的光线和空荡的病房令人不寒而栗。林俊总是尽量避免去手术室区域，那里传闻阴气很重，尤其是在深夜。传言中，曾经有几名医生在手术中莫名死亡，之后手术室就成了医院里人人避之不及的地方。然而，那天夜里，
林俊的清洁路线刚好安排到手术室区域，他尽量放轻脚步，推着清洁车小心翼翼地走过。就在他即将路过一间手术室时，里面忽然传来微弱的灯光，像是有人在里面操作仪器。林俊愣了一下，这么晚了，谁还在做手术？他往门缝里偷偷看去，里面的光线微弱而不稳定，手术台上似乎躺着一个人影，四周却空无一人，没有任何医护人员。他本想离开，但不知怎地，好奇心驱使他靠近门，想一探究竟。谁在里面？林俊敲了敲门，小声地问道。里面没有回应，只有手术台上的影子依稀显现。就在这时，手术台上的灯光忽然变得明亮起来，林俊清楚地看见那手术台上躺着的竟然是他自己。他惊恐地往后退了一步，想要逃离这诡异的场景。然而手术室的门忽然咔嗒一声自动锁上了，门缝里的光线瞬间熄灭，一切再次陷入了黑暗。林俊惊恐万分，颤抖着试图转身逃跑，却发现整个手术室区域的灯光全都熄灭了，只剩下微弱的应急灯在昏暗中闪烁。他试着去打开其他手术室的门，却惊讶地发现每一扇门都像被无形的力量锁住，无论怎么推都纹丝不动。这不可能，这里怎么可能全部都锁上？林俊嘀咕着，心跳加速。他感到自己像是被困在某种奇异的空间里，一股莫名的恐惧逐渐笼罩着他。他摸索着朝出口的方向走去，手心开始冒冷汗，脚步也越来越急促。就在他快要到达手术区域出口时，走廊的尽头突然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。那人影身穿着和他一模一样的清洁工制服，低着头，双手垂在两侧，背对着他，仿佛是在等他靠近。林俊瞪大双眼，不敢相信自己所见。这人影的体型、姿势，甚至穿着都与自己如出一辙，就像一个幽灵般的分身。他停下脚步，试图后退，但那人影却慢慢地转过身来，露出一张毫无生气的脸，脸上带着阴森的微笑，眼神冰冷，直直地盯着他。你是谁？林俊颤抖着问道，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。然而那人影没有回答，反而缓缓向他走来，每一步都带着压迫感，仿佛要吞噬他的灵魂一般。林俊再也无法承受这份恐惧，他转身拔腿就跑，双脚在静谧的地板上发出急促的踏步声，仿佛有无数的脚步声跟随在他身后。他跑遍了每一层楼梯，试图找到出口，但无论他跑到哪里，走廊的尽头始终是那间诡异的手术室。当他再度跑回手术室门口时，门竟然半掩着，里面传来低沉的机器运作声和金属撞击声。林俊鼓起勇气，小心翼翼地走进手术室。他发现手术台上的灯光大亮，而手术台上依然躺着那具和他一模一样的尸体。他屏住呼吸，靠近手术台，想要确认自己是否真的出现了幻觉。然而当他靠近时，那具尸体的眼睛突然睁开，毫无生气的眼神直视着他，嘴角露出诡异的微笑，轻声说道：别逃了，这里就是你的归宿。林俊疯狂地尖叫，疯狂地挣扎着想要离开，但手术室的门再次自动关上，整个房间开始扭曲变形，四周的墙壁仿佛在移动，不断逼近，压缩着空间。林俊感到自己逐渐窒息，无处可逃。求求你放过我！林俊几乎哭喊着，伸出手想推开逼近的墙壁，但却无济于事。就在他快要失去意识的瞬间，手术台上那具尸体猛地坐起，伸出手抓住了他的手腕，冰冷的触感如同死亡的铁钩般刺入他的骨髓。现在轮到你了，尸体的声音低沉沙哑，像是从地狱深处传来。林俊的视线逐渐模糊，他感到自己被拖向手术台上，身体逐渐冰冷，像是生命正在被一点点抽离。当他最后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竟然躺在手术台上，而手术室里的灯光明亮，他的自己，那个诡异的分身，正站在他身边，脸上带着阴森的笑容。欢迎回到手术室，林俊，那人影轻声说着，仿佛在欢迎他加入某个可怕的仪式。几天后，医院里少了一位清洁工，然而无人知晓林俊的去向。每逢深夜，手术室的灯光会无故闪烁，
走廊里偶尔会传来脚步声和低语声，仿佛有人在无声地呼喊着救命。从此，医院的夜班人员都知道，午夜2点时绝对不要接近那间禁闭的手术室。喜欢这些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